2026年世界杯，新加坡球迷最大的痛点是12小时时差，焦点站全在凌晨，在家看怕吵醒邻居，出去看又面临店铺关门和交通问题。此时樟宜机场在 T3 设免费直播点，配上24小时餐饮，这表面是球迷福利，实际上是一场精密的深夜经济测试。它要把半夜无处可去的人流集中到24小时运作的空间，化解住宅区噪音压力，顺势拉动消费。这届世界杯和以往不同，国际足联确认，2026年世界杯将有48支球队，比赛场次增至104场，赛期接近6周。对新加坡观众而言，成本是叠加的。第一层是时间成本，很多焦点站落在凌晨2点、3点、4点，第二天还要搭地铁上班，送孩子上学，单凭对足球的热爱很难撑住。第二层是金钱成本，本地正规转播配套通常不便宜，但真正能完整看完的家庭未必多。第三层是空间成本，以前看欧洲杯或英超，下班后还能去邻里咖啡店、酒吧或商场顺便看，可到了凌晨，多数邻里店铺都打烊了，巴士和地铁也停运，想临时找一个舒服、合法又不会打扰邻居的地方。104场比赛会把一批真实存在的夜间需求释放出来。如果没有合适的场地，这就可能变成祖屋区噪音、深夜聚集等管理问题。如果规划得当，又可能变成一波新的消费和人流。樟宜机场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出手的。那为什么会是樟宜机场，而不是全岛其他商场？关键在于，樟宜机场这几年早就不只是交通枢纽了，它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即使你不搭飞机，也愿意专门去消遣的目的地。樟宜机场本来就有餐饮、零售、活动空间以及24小时运作的能力。对普通商场来说，凌晨营业是额外的成本，但对机场而言，深夜本来就有旅客，安保、清洁、冷气、停车场、洗手间这些基础设施已经在运转。再看免费直播这件事，很多人觉得免费就不赚钱，但在商业运作中，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门票，而是人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。世界杯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是连续40天高频次固定时段的人流聚集，只要观众愿意来，就不会只待90分钟。有人会提前到先吃宵夜，中场休息会买饮料咖啡，看完球天快亮了，还可能再坐一会儿，吃个早餐再走。对餐饮和零售业来说，这种消费链条比单纯办一场活动更扎实，因为它可预期，也方便安排员工排班。更重要的是，机场有一个天然优势，它是非住宅区，大家在这里欢呼、看加时赛或点球大战，扰民的风险远低于在祖屋楼下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深夜活动最怕的不是没人来，而是周边居民投诉噪音，导致活动办不下去。机场刚好避开了这个矛盾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点，樟宜机场一直在强化自己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形象，不只服务旅客，也服务本地居民。免费直播这种安排，会把机场很方便、很好逛、深夜也能带的印象再加深一次。品牌好感度虽然不会立刻变成现金，但长期会转化为更高的到访意愿。说的直接一点，樟宜机场不只是在给球迷送福利，它是在把世界杯这波凌晨的人潮转化为餐饮收入、停留时间和消费习惯。免费只是一个入口，真正的商业考量在后面。视野放宽一点看，这不只是机场的商业动作，更像是在替新加坡做一次夜间运营的测试。因为深夜经济从来不是一句延长营业时间就能成立的，它背后需要几套系统配合，人流怎么集中，安保怎么安排，清洁怎么跟上，交通怎么衔接，商家觉得值不值得熬夜开门。很多城市都面临过这个问题，夜生活一旦活跃，噪音、治安和交通投诉就会随之而来。所以真正难的不是办活动，而是把活动放在合适的空间里。樟宜机场这次的做法很聪明，它没有把这批深夜看球的需求分散到全岛各个社区，而是尽量往一个基础设施成熟、管理规范的地点集中。这样做有几个明显的好处。第一，管理成本更可控，安保、人流规划、卫生、餐饮补货都能在一个成熟的室内系统内完成。第二，
消费更容易形成规模。零散分布在不同组屋区的人，很难支撑邻里商家专门为凌晨营业。但一旦集中到机场，商家就有动力推出宵夜套餐和促销活动。第三，它给了本地市场一个很现实的参考样板。如果这套模式行得通，未来不只是世界杯、奥运、欧洲杯、跨时区大型演唱会直播，甚至重大国际事件的转播，都可能复制到本地其他大型商场或综合体。这就很有意义了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：新加坡不是没有深夜需求，而是过去缺少一个能把这些需求安全、合法、有效组织起来的合适场地。世界杯刚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契机，104场比赛，连续数周，足够把问题和机会都展现出来。谁能把这波深夜人潮接住，谁就先摸索到了新加坡夜间消费模式的新方向。还有一层商业考量也很值得留意，那就是转播权。世界杯版权一向昂贵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问题在于，本地电信商花大价钱买下版权后，要怎么把成本收回来？正常情况下，平台会希望尽量让观众购买家庭转播配套，但这届世界杯的时差太尴尬了，大量比赛在新加坡的深夜甚至清晨，家庭用户完整追看所有比赛的意愿很可能会降低。很多人不是不想看，而是隔天要上班上学，生活作息不允许。这样一来，版权方和本地平台就会面临实际压力。如果只靠传统的家庭订阅，回本的收益可能没有预期中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商业策略通常会变得更灵活。第一种可能是推出更细分的收费选项，比如单场付费、重点赛事包，降低观众的一次性付费门槛。第二种可能就是扩大公共场所的播放授权，把一部分观看需求转移到线下。这样做有2个好处：对版权方来说，至少能多增加一条收入渠道，减少完全依赖家庭订阅的风险；对线下场地来说，合法直播本身就是吸引人潮的工具。你会发现，线上转播平台和线下实体商业在这里不是竞争关系，反而更像分工合作。平台负责内容和版权，机场、商场、餐饮空间负责把内容变成现场体验，再把体验转化为实际消费。这样一来，时差原本带来的麻烦，反而催生了新的合作模式。观众不一定都在家里看，但赛事的商业价值并没有流失，只是从客厅的电视屏幕转移到了更大的公共空间里。所以樟宜机场这类免费直播点背后不只是提供场地的热心，而是版权方、平台方和实体商业在极端时差下重新找到的商业平衡。12小时的时差本来是个大麻烦，但换个角度，它也促使这座城市去寻找更聪明的应对方式。樟宜机场这次先走了一步，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本地商场、咖啡店甚至其他社区空间跟进，很值得我们继续观察。那你自己会怎么选呢？2026年世界杯，你是宁愿在家里买好转播配套，安安静静的挑重点场次看，还是会约上3-5好友去樟宜机场，换一个更有气氛也更省心的观赛方式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客观理性探讨新加坡本地热点的话题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顺手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